如果我现在告诉你，当前的黄金市场正在发出一个10多年来最矛盾、最诡异的信号，你会怎么想呢？一方面，普通消费者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逃离金饰柜台，创纪录的金价让他们望而却步，珠宝需求甚至跌回到疫情时的水平。但另一方面，一群实力雄厚的买家正在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姿态大举买入黄金，他们的强势需求将上一个季度全球黄金的总销量额推向了1320亿美元的历史最高纪录。这群神秘的买家到底是谁呢？他们究竟知道了什么样普通人不知道的内幕呢？为什么在众人退却的时候，他们却加速进攻？在这背后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供需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乎恐惧、机遇和全球金融格局大洗牌的惊天的信号。今天我们将拨开迷雾，直击真相，而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来自黄金行业最顶级的权威机构世界黄金协会的最新报告。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今天我们将深度剖析这份刚刚出炉、热辣滚烫的2025年第二季度黄金需求趋势报告。对于新来的朋友，我必须强调，世界黄金协会是全球黄金市场的最高权威，它发布的数据是各国政府、中央银行和所有专业投资者决策的基准。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你能找到的最全面的、最客观的全球黄金市场的数据。好，让我们直接进入主题。报告的第一页标题就点明了核心，投资需求是驱动二季度黄金市场的绝对主力。虽然以吨数计算的总需求量只同比增长 3%， 达到1249吨，但这些黄金的总价值却同比飙升了 45%， 达到创纪录的1320亿美元。吨数和价值之间的巨大鸿沟清晰地告诉我们，创纪录的金价是整个故事的主角。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页的图表1，标题是第一季度黄金需求企稳而价值飙升。这张图是理解整份报告的关键。图中五颜六色的堆叠柱状图代表了每年上半年的黄金需求吨数。你可以看到，代表2025年上半年的柱子并不比往年高出多少，但现在看到那条黄色的线，它对应的是右边坐标轴的美元价值，这条线几乎是垂直拉升。这张图用最直观的方式告诉我们，即便实物吨数的增长并不夸张，但价格的暴涨创造了一个价值上的天量市场。第一页的摘要部分还告诉我们，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黄金价格在6月份再创新高，整个季度的平均价格超过了每盎司3280美元，总供应量增加了 3%。 但最有趣的是，尽管金价如此之高，黄金回收活动却依然低迷，这背后的原因我们稍后再揭晓。第二页的表格1，各部门季度黄金供需，这可以说是全球黄金市场终极资产负债表。我们先看供应这一侧，2025年第二季度的金矿产量是 908.6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 回收黄金是 347.2 吨，增长了 4%， 所以总供应量为 1248.8 吨，同比增长 3%。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需求这一侧，好戏从这里开始了。金饰制造需求暴跌至 356.7 吨，和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整整 14%， 科技用金需求也下滑了 2%， 但是投资这一项同比暴增了 78%， 达到惊人的 477.2 吨，其中黄金 ETF 流入 170.5 吨，而去年同期还是净流出。同时，虽然各国央行的购买速度有所放缓，但他们依然净购入了 166.5 吨黄金储备。
这张表格一目了然地揭示了黄金的核心矛盾：来自珠宝的消费的疲软，被来自投资领域的巨大需求完全压制了。那么这一切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世界黄金协会的第3页的前景展望部分预测，全球黄金 ETF 将继续获得资金流入，零售投资将保持稳健，而金市需求将持续疲软。图表2，年度黄金需求和供应的预期变化。这张图表展示出世界黄金协会对2025年全年的预测。柱状图代表了与上一年相比的吨数的变化，你可以看到他们预计投资需求将有巨大的增长，但请注意中央银行这一项深绿色的柱子，也就是当前对25财年的预测，比浅绿色先前的预测要低，这意味着世界黄金协会调低了对央行购金的预期，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第2季度看到了购买放缓。这显示出市场的动态的变化。在第4页，报告解释了为什么黄金回收如此之少。图表3，困境抛售尚未出现。这张图表展现出主要国家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关键信息是代表2025年上半年的蓝色柱子基本都是正数，这意味着人们的收入仍在增加。他们并没有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没有被迫出售旧金饰来换取现金，他们宁愿持有黄金，并期待价格会更高。这是一个市场强劲的信号，而非疲软。现在我们来深入探讨各个板块，从第6页的金饰开始。这里故事完全是围绕着高昂的价格展开的。全球金饰消费量下降了 14%。至341吨，其中中国和印度这2大巨头的降幅最大，分别下降了 20% 和 17%。这一点在第6页的图表4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标题是2季度金饰吨数需求普遍急剧下滑。堆叠的柱状图显示季度需求的吨数，你可以清楚地看到2025年第2季度柱状图的凹陷。但是再次请看那条代表价值的黄线，它依然处于极高的位置，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所说的量跌价升的故事。想要更加具体的数据，可以看第7页的表格2，它按照国家列出了金饰的需求。你可以看到中国和印度那巨大的负增长，但请看伊朗增长了 12%。报告指出，这是因为一些局势紧张、通胀高企的地区，人们购买金饰已经不仅仅是为了佩戴，更是作为一种代理投资和价值储存的手段。这就引出了整份报告最具冲击力的视觉图表之一，第8页的图表5，标题是创纪录的金价引发了数量和价值之间的日益分化。蓝色柱代表吨数需求的变化，紫色柱代表美元价值的变化。请看每一个地区，美国、欧洲、印度、中国，蓝色都是负的，这意味着人们买的黄金首饰变少了，但紫色柱都是正的，意味着他们花的钱反而更多了。这是你能够看到的最清晰的关于高价环境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行为的图景。既然金饰需求如此疲软，那到底是谁在买黄金？第10页的投资部分才是故事的核心战场。总投资需求同比飙升 78%， 这背后是黄金 ETF 和实物金条金币的双重驱动。我们来看一下第10页的图表6，全球 ETF 资金流入持续加速，这显示了每半年的黄金 ETF 需求。你可以看到2025年上半年那根巨大的正向的柱子，显示了所有地区都在强劲流入资金。这背后是机构投资者和高净值人群在地缘政治紧张和经济不确定的背景下，
涌入黄金寻求避险。现在来看实物黄金，第11页的表格3为我们展示出各国的金条和金币的需求。这里的故事同样非常精彩，中国是绝对的明星，需求同比增长 44%， 达到惊人的115吨。除独联体以外的欧洲地区需求更是暴增了 156%， 但请看美国需求崩跌了 53%。 报告分析，在中国和欧洲避险需求是主导，而在美国一些在低价位买入的投资者可能正在获利了结。这一点在第12页的图表7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它显示出季度金条金币的需求。你可以看到2025年第2季度的强劲需求，加上第1季度共同构成了自2013年以来最强劲的实物投资上半年。同样，那条代表价值的黄线也处于历史最高位。现在让我们来谈一下市场当中的巨鲸。第15页当中所谈到的中央银行，他们在第2季度净购入166吨黄金。图表8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一趋势，柱状图代表了每季度的净购买量。你可以看到2025年购买速度虽然比2022年底和2023年的狂热有所放缓，但仍然高于2014到2021的平均水平。这说明全球央行去美元化转而增持黄金作为储备资产的大趋势依然没有改变。他们是战略性的长期买家，即使在如此高的价格下，他们仍然买入。简单提一下，第17页报告涵盖了科技领域，这里的黄金需求下降 2%， 主要原因是经济不确定性和贸易关税影响了电子行业。然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应用需求增长是未来值得关注的一个亮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些黄金都从哪里来。在第19页，我们转向了供应。在金矿产量和回收量的共同推动下，第2季度的总供应量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图表9展示出上半年的金矿产量，你可以看到产量非常稳定，并接近历史记录。矿业公司正在尽其所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但供应端最有趣的图表是第20页的图表10。回收供应对黄金价格走强的反应相对迟钝，黄线是黄金价格正在飙升，柱状图是回收黄金的数量。在一个正常的市场里面，当价格涨这么多的时候，人们会争相出售旧黄金。柱状图应该会像2011年那样高耸，但现在没有，再次印证了我们之前的观点，持有者不愿意出售，他们现在相信价格还会更高，并把黄金视为动荡时期的终极避险资产。好了，让我们把所有的信息整合在一起。这份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究竟在告诉我们什么？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处在一个分化的双轨并行的黄金市场。一条轨道上是价格敏感的普通消费者，金饰买家和小散户正在被高昂的价格挡在门外，他们的需求非常疲软。但在另一条更具主导性的轨道上，是受恐惧和不确定性驱动的战略买家、机构投资者、高净值家族办公室以及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他们着眼于地缘政治的动荡、贸易战的阴云和不确定性的经济政策。他们购买黄金是为了他们最根本的属性，一个终极的避险天堂。这股强大的投资需求正在碾压来自消费端的疲软，而现在的黄金持有者在创纪录的高价下依然买入，为市场增添了另外一层坚实的基础。这份来自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是理解当前复杂局势的无价之宝，它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在今天将黄金作为投资组合的战略组成部分，其根本理由从未如此强烈。那么你认为现在驱动黄金的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呢？对通胀的恐惧，还是对地缘政治的风险，还是说什么其他的原因呢？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如果你觉得这一次深度解读对你有价值，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期精彩的内容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